上集影片我们介绍了《万事揭晓》这本书的上半部，打破各种历史上的神话、启蒙运动、不平等的起源、科技进步论、经济决定论，还有农业革命。但是即便打破了这些神话，还是有人会说，你讲的那些平等主义实验都只在小规模的狩猎采集社群才可能维持啊，只要人口扩大就很难维系平等。或者有人会说，就算有这些例子，还是不能否认人类最终走上了国家体制跟资本主义。还有人会说，就算原住民社会可以维系平等跟自由，但是他们的科技水平都很低啊，我宁可住在大都市里享受科技生活，牺牲一点自由也没关系。这些反对论述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已经被最新的考古学证据给推翻了。这集影片我们就要来一一打破这些神话，揭露真正的人类大历史。很多大历史的书籍，像是 Jerry Diamond 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都流行一套论述：狩猎采集社会可以维系自由平等，正是因为规模小，只要人口发展到一个数字，就很难维持平等民主的社群。所以人口规模就是不平等起源的关键。这个说法甚至有演化心理学的根据。演化心理学家 Robin Dunbar 指出，人类演化出了大脑，认知能力只能记住150人的名字。因为长期以来，人类祖先都是活在小规模社会，根本不需要记住超过150人，而且这150人通常都有血缘关系，所以狩猎采集社会可以维持平等，是因为都是亲近的人。只要人口规模扩大到外邦人、异乡人，你就不会想要跟别人平等了。所以邓巴的结论是，一旦社会规模扩大，必然要有统治者在上面指挥，还要有国家警力确保大家守法。现在我们就来打破这个常见的人口规模神话。最新的人类学研究发现，许多狩猎采集社会根本不是活在小型社会。例如澳洲的马尔杜人，他们会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图腾祖先，这让人类学家一直以为他们是亲属。但是仔细研究后才发现，有血缘关系的人根本不到10%人口，大部分成员其实都是外地来的。原来他们所说的图腾只是一种隐喻，就像我们搬到台北就说自己是台北人一样。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如果对自己的家人很失望，可以远走高飞到其他部落，加入其他的图腾组织，社群也会欢迎新成员的加入，久而久之就会把你当成一家人，当成兄弟姐妹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来到部落的时候会以为他们都是一家人。这反映的其实是狩猎采集社会非常流动开放。以前学者都会以为他们是小规模社会，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其实是大规模的网络，会不断交换彼此的成员。相比之下，当今住在都市的我们，其实才是比较封闭的。因为即便你住在大都市里，其实你的社交圈也不会超过150人，你依然是过着跟狩猎采集祖先一样的社交数字，但却想象自己是活在大规模社会里。所以人口规模这件事其实只是想象而已。就像民族国家的存在，其实也是人类发明出来的虚构品，让人民可以想象自己属于大规模共同体的一员。再来，另外一个迷思会认为，只要人口规模扩大就会出现城市，只要有城市就很难维持平等啊，因为城市太复杂，有社会分工，自然会带来阶级分化。所以现在作者要来打破都市会带来不平等的神话。最新考古证据发现，在乌克兰有一座西元前4000年的城市 Tripelia， 这座城市存在了800年，人口数估计2到4万人。惊人的是，考古学家找不到任何阶级化官僚统治的证据，没有中央行政机构，也没有防御建筑，只有发现上千个家庭建筑，像树木的年轮一样围成一圈，中间空出一大片土地。这个城市的食物多样性非常惊人，市民会自己种植果园，有农耕、畜牧，也有狩猎。不像当今的工业都市，都是从乡村地区运送食物到城里。要能够维持这么多样的经济形态800年是很不简单的事，根本不能说他们是原始社会，应该叫他们城市文明。但是有丰富的食物供应，通常就会产生剩余，也就会有人想要抢夺剩余，那不平等应该会出现啊。但是在这800年间，竟然都没有任何战争或是精英统治的迹象。考古学家甚至可以从住宅里的物品来判断社会不平等的程度，用基尼系数来量化社会不平等的指数。结果发现，好几个世代下来，
即便都市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的社会也没有因此变得更不平等。这让学者导出一个结论：即便是大规模的人口、复杂的都市，也能找到机制来减缓不平等的发生。你可能会说，这只是一个单一个案，不能当成通论吧？但现在作者要更进一步论证，其实许多人类史上早期的都市都有方法来维系平等。首先是苏美文明最早的城邦，完全找不到皇权的迹象。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里记载着，人类被创造出来是因为神不想工作，所以最后就造了人。都市人平时虽然有不同的职业，但是在为城市做公共建设服务时，王公贵族一样要为神奉献工作，可以说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西元前3000年前的古蒂亚诗歌就写下，将军、上校、上尉、士兵，大家都平等分担工作。早期的苏美城邦也有市民大会，但是跟古希腊的城邦不同，他们不会排除女性跟劳工，像是有记录就说陶匠跟员工都可以参与陪审团会议。丹麦史学家 Frokil Jacobsen 就把这称作古苏美城邦的原始民主。苏美城邦的民间自发力量甚至有办法遏制外来的侵略者。例如，在西元前1900年前，亚摩利王朝征服了幼发拉底河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的其中一个民主城市马里，早在征服者来临前，大批的当地人口就外流逃走了。亚述学的专家 Daniel Fleming 甚至发现，从当时的书信记录里记载了许多民间集体制衡统治者的方法。例如，有一位大臣 Teru 就写信跟国王抱怨说，因为我听从君王的差遣，所以城市的居民都鄙视我，想要把我赶走，最后我只好躲到其他城市里。早期的苏美城邦就是这样透过施压来淘汰那些想要制造不平等的人，把那些屈服于不平等的人赶出城邦，或是如果有外来统治者想要征服整座城市，他们会直接抛弃原本的城邦，移民到其他地方。但有趣的转折来了，恰好是因为信奉平等的居民逃离到了城市外的区域，反而让城市得以被渴望权力的人支配，就开始出现了不平等。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这些平等城市的存在其实强化了君王的征服欲望。王权的起源其实是为了跟平等主义的城市作对，也就是我们在上一集节目讲到的分裂创始。再让我们把视野转向印度最早的城邦，西元前2600年前的摩亨佐达罗古城。这座城市屹立了700年，有非常先进的排水系统、污水管理系统，却看不见王室宫殿、统治阶级、权威精英，也看不到财富的集中化，也没有贵族墓葬，甚至就连武器都很少见。惊人的是，这里每个家庭似乎都有富裕的物质财富，但是要能够有这么发达的城市文明，怎么可能没有一个中央指挥，或是出现财富不平等呢？所以很多网友干脆说，这根本是外星人建造的。怎么看也不像石器时代的战争，又有飞行器，又有核爆，感觉有点像外星人的攻击。但其实我们不必用外星人来解释，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摩亨佐达罗是由城市公民集体决策建成的。这座城市就是人类可以发展高度文明，又同时维系平等的证据。最后再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史的证据。近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被认为是中国史上第一个王朝尧代的都城。这座城市有东亚地区最古老的观象台，距今4700年前。城市里也有明确的贫富差距，住宅有分成贫民区跟精英区。但考古学家发现，在这座城市发展的晚期，整座城市出现了巨变，王公贵族的宫庙都被摧毁了，原本分成平民跟精英的区分也被铲平了，而是改成大型聚落。这让考古学家推测，这里可能出现了人类史上第一场的都市暴动，人民出来推翻了统治阶级。这座城市在革命后还持续了200年。从以上的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乌克兰、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中国这些地方最早出现的城市都有平等主义的证据。这推翻了我们常听到的人口规模的神话，并不是发展出都市文明就自然会产生不平等。其实人类史上最早出现的第一批都市都有各种方式来维系平等。打破人口规模、都市带来不平等的神话后，可能有人会说，
就算人类史上早期的都市都比较平等又怎样？最后都市还是走上了不平等的道路啊！所以现在作者要反过来讲，就算一座都市变得不平等，人民还是有机会可以把它改造成平等。最有说服力的实际案例就是墨西哥的大都市 Teotihuacan。这座城市的建成时间大概是西元前100年前，它一直兴盛到西元600年才没落。保守估计，这座城市的人口至少有10万人，是当时地球上最大的都市之一。这座城市原本受到专制统治，甚至有杀人献祭的考古证据。但神奇的是，在西元300年左右，突然发生了一个大反转，当地的羽蛇神庙被放火烧毁。这个事件发生后，整个社会就突然找不到统治阶级的迹象，没有大型陵墓，也没有王室。原本杀人献祭的仪式也消失了，所以考古学家认为，这应该是因为当时的市民集体觉醒，决定推翻专制的统治者。更惊人的是，在西元30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石造建筑公寓。这些公寓之豪华，让考古学家一开始以为是王室的宫殿，但是越来越多考古证据出现后，才发现这不可能是宫殿，因为整座城市10万人，有超过90%人口都住在这些公寓里。专门研究 Teotihuacan 的考古权威 René Millian 就认为，这其实是因为人口增加后，都市越来越拥挤，于是人们构想出了新的都市规划，希望让市民都可以有地方住，所以应该要把这些公寓复合体理解成是社会住宅。整个人类史上大概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像 Teotihuacan 一样，让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可以享受高生活水平。整座城市没有无壳瓜牛、流浪汉。不仅如此，考古学家还发现，这座城市的族群组成非常多元，可以看到来自中美洲各地的人群，是一个对移民非常开放的城市。请注意哦 ，Teotihuacan 可不是小规模社会，这是一座10万人的大都市，这打破了都市会带来不平等的神话。但是为什么 Teotihuacan 的人会决定打造平等的都市呢？艺术史学者 Esther Pastori 发现 ，Teotihuacan 这座城市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任何描绘君王的艺术品，相比于同时期的玛雅王国，他们的艺术品常常是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战争、血腥画面，但 Teotihuacan 的艺术反而是画一群人在开趴的画面。这种差异很可能不是偶然的，因为 Teotihuacan 跟玛雅城市两边都知道彼此的存在，而且两边也都有贸易关系，所以很可能是 Teotihuacan 的艺术家刻意跟玛雅的艺术做出不同，故意展现出他们跟邻居玛雅社会不一样，不会崇拜某个威权人物，而是更提倡社群共荣的价值观。Pastori 把这称作文化导致，就是一个社会刻意在文化上反其道而行，借此表达出我们跟你们的社会不一样，就像是我们上一集影片讲到的分裂创始。打破了都市起源的神话后，再来作者要来打破国家起源的神话。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 Ichling 把国家定义成在某片领土内垄断了可以合法使用强制力的权利，因为国家要能够强制执行法律，才能维持社会秩序。这个定义后来被社会学家韦伯沿用，成了当今社会科学对国家的主流定义。但是如果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定义其实只适用于现代国家，许多早期的国家并非如此。作者认为，我们要思考国家的出现，可以区分3种社会权力的来源：暴力型控制、知识型控制跟魅力型控制。暴力型控制就是现代国家的定义，有一个主权者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利。知识型控制则是掌握知识的人就掌握了权利。例如中世纪的教会掌握了上天堂的知识，或是原住民社会有萨满掌握了宗教传统知识。最后是魅力型控制，我们可以想想看，在友情关系里，照理说不会出现阶级区分，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朋友圈里一定有某些人是比较有魅力的，总是主导场子，久而久之，朋友就比较会听他的话，等于是在无形中掌握了话语权。所以即便是在友谊关系中，也藏有权力关系。暴力型控制、知识型控制跟魅力型控制，刚好对应了现代国家的统治权、官僚制跟民主领导人的选举竞争。现在作者要论证，其实国家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起源，
因为这3种权力控制各自有不同的起源。很多早期政权其实只运用其中一种权力控制，而不能称作是国家。作者把这称作一阶政权。例如南苏丹的西鲁克人，他们的君主虽然可以发号施令，但是范围只涉及到周边的人。国王住在孤立的首都，会定期举行仪式，但在他们的观念里，国王是很神圣的存在，所以一般人不能轻易靠近。如果国王出巡，民众应该敬畏地躲起来。这导致一个有趣的结果：国王虽然掌权，但他很难真的实行控制他人的权利，因为人民都会躲开他。换句话说，人民会借由服从仪式规则来限制统治者的权利。这有点类似当代国家里的公家机关有繁文缛节，各种法条碍手碍脚，但是公务人员也不得不服从。作者举了一个极端的案例，人类学家 James Fraser 发现古罗马有所谓的仪式赐死。在古罗马意大利的奈米湖，有一位被称为奈米湖之王的祭司。这个祭司的岗位只有逃跑的奴隶可以挑战，而且要当上这个官位，必须先杀死前任祭司。这意味着你自己当到最后也会被下一位挑战者给杀死。Fraser 发现，在世界各地民族的神话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故事。当凡人掌握大权后，形同是变成像神一样的人，最后就会被杀死。Fraser 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早期的人类相信神王必须在衰落前被取代，才能维持生命力的循环。作者把这个理论用来解释早期城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国家，因为当统治者掌握过大的权力，在人民眼中他就已经变得不像是人了，而是像神一样的存在，所以必须死。这种周期性的仪式就避免了某个人的权力过大。那要怎么解释国家的出现呢？作者认为早期的国家都是2阶政权，也就是满足了3种权力控制的其中2种。例如玛雅王国有魅力型跟暴力统治权，但是缺乏行政官僚机器。玛雅人对于记录户口、老百姓的出生年月日不感兴趣，他们反而对记录天象、神灵的出生年月日很感兴趣，也就是他们的官僚体制出现在天国。中国的商朝也没有明确的行政官僚机器，但是有魅力型跟暴力统治权。商朝的君王无论大小事都要做甲骨文占卜，仿佛祖先的灵魂才是政治权威，可以说他们的统治权属于神灵界。再来，古埃及王国则是3种权力控制都有，所以古埃及是理解国家起源的关键。考古学家发现，国家的形成过程跟大规模墓葬的出现有关。世界各地只要出现大规模墓葬的地区，几代后就会出现新王国。例如中国的商朝，统治者死后总是有人陪葬，而且是拿敌人的战俘来陪葬，还会刻意毁坏他们的遗体。这个做法可能是要让敌人没办法供奉死去的亲属，也就是不要让别人成为祖先，这样他们的后代就无法祭祖，而只能供养帝王。但是在埃及的情况却是反过来，国王死后，身边的亲信、家族成员、军官、政府官员都跟着一起殉葬。为什么早期的国王要进行大规模殉葬呢？而且一旦权力巩固后，这个习俗就消失了。作者推测，这可能是出于生者对死者责任的一系列思考。当时古埃及人都相信有来世、死后的世界，所以他们要思考，死去的国王到了来世依旧需要人伺候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陪葬的都是那些一生都在照顾国王的人，也就是确保国王到了来世依旧是王，依然有人照顾。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在表明王国有权力控制这些人。像是建造吉萨金字塔的工人，他们其实受到国家很好的保障，国家会把他们当成像是王室的好朋友一样。这些工人不会觉得自己是被压榨，反而会觉得有荣幸可以照顾自己心仪的国王，为他建造金字塔。国家的起源很可能就是这种以照顾为名的暴力结构，把原本社会群体照顾某个人的社会动能吸收过来，转向照顾国家机器的运作，把人民对某个统治者的忠诚转变成对国家的忠诚。所以金字塔就起到了社会作用，用来纪念这些国王。这样一来，某一位国王死后，国家机器依然可以顺利运作下去。换句话说，暴力型统治其实利用了早期人民照顾他人的精神。再来，
官僚体制最早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以前的理论都认为，因为人们要合作处理农业灌溉，需要有人发号施令。随着人口规模扩大，都市就需要有官僚来管理资讯。但是最新的考古证据发现，最早的官僚体制其实是出现在小型社区。8000年前，叙利亚的一个遗迹发现，早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就会用几何标记来记录下粮仓里的储存物。考古学家认为，这应该是用来做财务管理。这个地区的建筑大小都差不多，每个人的财产分配也一致，没有不平等的迹象。所以这些行政记录很可能是用来做平等分配的工具，准确地记录下每一个家族的富裕程度，确保没有哪一个家庭会比其他家庭更富有。行政工具最早的出现不是国家用来压榨人民，恰好相反，是源自平等的理念，为了防止不公平的压榨发生。类似的制度也存在南美洲秘鲁的爱卢组织，当地人会用结绳记事的方式，把家家户户的劳动力、土地多寡记录下来。哪个家庭有劳力短缺时，其他家庭就可以过去帮忙。等到下次其他家庭需要帮忙时，你就可以回馈回去。行政工具最早是用在确保分配的公正性，但是在国家出现后，却把这些工具挪为己用。像是印加帝国出现后，就把埃鲁的结绳记事方法用来记录人民欠中央政府多少劳役债务，或是圣经的先知书里也记载，波斯王赋税的要求让许多农民陷于债务，迫使他们变卖家里的羊跟葡萄园，最后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女卖为奴仆，最后引发民怨。所以并不是行政体系出现后，自然就发展出了国家不平等，恰好相反，行政体系的出现一开始是为了维系平等，但是国家却把这整套体系拿去转化成压榨的工具，记录人民欠了多少债。平等主义的行政跟国家挪用的行政有一个主要区别，用行政工具追求平等的社会，是为了让人们有一个标准，可以去讨论怎样做才公平，也就保有商量空间。但是当国家挪用这套工具后，白纸黑字的记录就变得官僚化，官员会告诉人民，因为你就是欠了这么多钱，依法行政就是必须惩罚。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翻转的过程。行政工具一开始其实是创造出文明互助的力量，但国家掌控后却变成了压迫人民的力量。但人们却误以为这些技术创新是国家的功劳，直接把国家等同于文明。总结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起源，各个地区其实都有不同的起源，也出现了各种限制王权、照顾他人、追求平等的理念。在打破各种迷思之后，最后让我们回到原点，解释一下上一集影片提到的，为什么美洲原住民会批判欧洲社会不自由不平等。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天生就崇尚自由平等，而是背后有一段被遗忘的故事。在西元1050年时，密西西比河沿岸曾经有个当时北美最大的城市，叫做 Cahokia。这座城市估计至少有15000人，可能是北美最早的国家雏形。这座都市因为声名远播，北美各地的原住民都来此定居，导致城市人口爆炸性成长到4万人。1150年开始，这座城市开始出现围墙，代表可能有防御外敌的需要。接着又出现了战争、人口外移的迹象。到了15世纪，整片地区已经变成了荒芜地带。考古学家还在争辩，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座城市崩溃？可能是战乱，可能是生态崩溃。但更有趣的问题是，原本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人跑去哪了？他们可能都迁居到了城市的远方，或是回到了自己的原生地，因为这座城市本来就有大量外来移民。例如 Cherokee 族的神话里就记载了一场大规模叛乱，谣传在欧洲人到美洲前的300年前，男性祭司 Enikutani 变得过于腐败，甚至侵害族里的女性。Cherokee 人受不了，最后推翻统治阶级。这个神话记载的可能就是当时 Cahokia 城市被推翻的过程。离开城市的人们很可能刻意避免自己的社会再次出现政治不平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美洲原住民根本不是原始的野人，而是曾经拥有高度文明，但后来决定离开都市。这种主动拒绝是一种自发的社会运动，
就像香港人觉得社会体制太腐败，所以决定集体移民一样。美洲早期都市的人也见识到都市变得不平等后，决定离开，到其他地区打造更平等的共同体。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北美原住民的5大部族都有类似的政治体制，有公共议会，每个人都有平等发言权，透过共识决来决定事情。Creek 族甚至有一套让政治讨论更理性的方式，就是抽烟草。抽烟的时候可以抚平情绪，所以当时欧洲传教士看到美洲原住民开会时，时常嘴上都叼着一支烟。正是这个时期，烟草从美洲传到了欧洲，欧洲地区开始流行起抽烟。在启蒙运动举办的沙龙宴会里，你会看到欧洲哲学家也开始叼着烟在抽，一边抽烟一边大谈哲学问题。这其实最早就是从美洲原住民来的传统。在 Osage 人的神话里，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追求政治平等的故事。原本有一群滥用知识的酋长巫师，后来出现了新的联盟体系，取代了他们，把原本由巫师所掌握的知识传递给所有人。知识不再是被少数人给垄断，也就让政治权力得以去中心化，得到平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就记录下了 Osage 人的政治组织，这让人们不仅怀疑孟德斯鸠所提出的民主制、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有没有可能也是从原住民社会得到的启发？从这整段背景故事中，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上一集影片里提到孔迪亚伦会坚持理性辩论的精神，不是因为北美原住民天生就崇尚自由平等，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见识过都市文明 Cahokia 发展出的不平等。这些历史故事还留在北美原住民的集体记忆里，所以各个部落都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神话、文化、政治体系，来避免重蹈覆辙。正是因为他们汲取了历史教训，最终启发了欧洲哲学家去思考自由跟平等的意义。现在让我们来整理一下万事皆晓的人类故事。18世纪启蒙运动会思考自由跟平等的哲学，其实是因为原住民批判欧洲社会的资料传回了欧洲，导致欧洲人开始意识到不平等的问题，最终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但是欧洲社会从原住民思想中获益后，为了合理化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保守派的启蒙哲学家就开始声称，原住民社会是因为规模小、不够文明，才能够维持自由跟平等。如果发展到复杂社会，必然会冒出国家、资本主义、不平等。用这套说辞来让工业都市里的劳工好好认命。但是最新的考古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些说法都只是神话，并不是文明发展越进步，就必然会有越多的不平等、不自由。这其实是人们丧失想象力的结果。这一套新的人类大历史就是要告诉我们，过去几千年来，人类都在试图发挥创造力来实现自由。人们会季节性的改变社会关系，来避免不平等的出现。人们也不是困在小型部落里，而是可以建立横跨大陆的社群网络。人们曾经建造过有超过10万人口的大都市，坚持照顾每一位市民的大规模社会住宅。人们也曾经发明出坚持平等理想的行政记账系统。人们还会主动反抗都市出现的不平等，发起社会运动，推翻统治阶级。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每个时代都曾出现过各式各样自由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打破文明眼镜的神话，就可能重获人类曾经实践过的自由，打造全新的人类大历史。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可抽万事皆晓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